大家好，老韩，今天呢，咱们来看一看马自达的 CX-50。感谢 Clayton 提供的帮助，有买马自达的朋友可以联系 Clayton 哈。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铛。最近呢，这马自达的 CX-50已经陆续到店了哈。CX-50呢是马自达最早在2021年底发表的一款定位在紧凑级 SUV 市场的产品。如今呢，它身上插着2023款的标签出征哈，与 CX-5呢共同征战这个细分市场。同时呢 ，CX-50也成为了马自达家族近10年来首款在美国生产线总装下线的产品。CX-50呢，在外形尺寸上，除了高度之外，在其他的各个维度上都已经全面的超过了 CX-5车型的外形尺寸，等于比 CX-5大了一圈。在自重上也比 CX-5呢要重一些。CX-50呢，前悬是麦弗逊结构，后悬呢是扭力梁结构的。全系产品呢都是4驱车型哈。那估计大家猜也猜到了，那按照马自达家族现在的打法，全系呢有2套动力总成，一套呢是走量的常规的 2.5 4缸机自吸，另一套呢是如今马自达家族当家的高阶动力总成 2.5 升涡轮增压发动机，它加87号或者加93号的油呢，动力表现略有差别。这2款机型呢，在 CX-50和 CX-5这2个产品系列上的动力调教参数呢完全一致哈。搭载的呢是马自达家族看家的6档自动变速箱。CX-50的最大拖拽能力 2.5 升的是2000磅， 2.5T 的是3500磅。那按照官宣 CX-50的指导价格区间横跨2万多块钱到4万多块钱的一个跨度区间哈。那这个左面呢是 CX-5的指导价格区间，右面呢是现款 CX-5的指导价格区间哈。那可以看到呢 CX-50的起价要稍微高一些，价格跨度呢也比 CX-5呢稍微广一些，同时呢顶配的价格也比 CX-5要高一些。CX-50的油箱容积呢是 15.8 加仑。EPA 公布，在使用 regular 汽油的前提下， CX-50在综合工况下的油耗 2.5 和 2.5T 的油耗分别为27和25 mpg。马自达为在美国销售的新车提供了3年或36000英里的整车质保，5年或6万英里的动力总成质保。那今天咱们看的这台呢是2023款的马自达 CX-50 2.5 Turbo Premium Plus 版本，就算顶配了哈。配有双分区空调、10.25寸的中央屏、BOSE 音响、安卓、苹果手机的无线连接，配有道路偏移警告、道路保持辅助、后侧向交通警告、智能刹车、马自达的雷达巡航。这车呢选了一个 Wider 包，配有 Premium Plus 这个包，里面有后排加热座椅、360影像、交通拥堵辅助、前后驻车雷达、倒车智能刹车辅助、自动防眩目的外后视镜和内后视镜、导航、主动驾驶显示、无线手机充电。这车呢配了245、4520的前后胎，含运费的 MSRP 总价为43770。这车呢总装下线于美国工厂。那当 CX-50出来之后啊，马自达官方啊信誓旦旦地表示，这 CX-50呢并不是 CX-5的继任车型，它会像 CX-30和 CX-3一样2个产品共线销售。但是在我们看到的是，现在 CX-30上来之后， CX-3的销量已经非常少了哈。那这里面就可想而知了，作为马自达的销量担当，官方不想让 CX-5呢瞬间失去战斗力，还想让2个产品共线销售一段时间，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哈。那我们在 dealer 这看到的呢，就是 dealer 这主推 CX-50的高端配置，CX-5呢推一些中低端配置，这样一高一低配合着来打这个市场哈。那当我们站在这个50旁边的时候，会感觉到它的造型呢不同于以往马自达家族的设计哈，它感觉有点矮趴的感觉哈。前脸的设计在继承了马自达家族传统的设计基因的基础上，它呢也进行了一些更加犀利的优化。这个跟咱们之前看那个 MX-30前脸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哈。包括这个中网啊设计的更直一些，面积更大一些，然后这个悬空呢设计的更夸张一些哈，整个的感觉呢是向着年轻化、犀利化、战斗化往那个方向去奔了哈。这下面呢有个灯带，这是转向灯，这个呢是目前
马自达新推出来的车型都会有这么个元素哈。旁边呢这块是一个导风口，导风口呢它面积很大，但实际上只有下面这一块有口啊，上面都是装饰。那如果我们能看到从上面往下看的俯瞰图的话哈，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前面这个发动机舱呢是比较宽的，到乘客舱呢有一个收的动作，那么到后轮拱这个地方又做出来一个加宽的效果啊。那这个车呢，为了配合马自达官方对这个车的宣传啊，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战斗形象，这个车呢在前轮拱、后轮拱，包括一圈这个车裙子，都用了这种比较憨的黑色塑料材质哈。勾勒了一个比较战斗的形象。那这个车的电镀材料使用呢是比较有限的，它这个行李架，包括这个窗沿啊，只有这一块用的是电镀颜色的装饰条，其他的都是黑颜色的装饰条哈。这个车呢，车门的下沿也给这个车底下沿包上了，这样当你下车之后啊，裤脚子不至于蹭上泥哈。再一个呢，这车第二排后门开启的角度是比较大的，这样方便乘客上下车哈。但是在比较窄的停车场，大家一定要注意。再一个，就感觉到这后门有点轻飘飘的，感觉质感不是很好哈。后尾巴的设计呢，也是极大程度的保留了家族统一的设计基因，只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把这些造型啊，包括这个灯组的造型，包括整个后尾巴的造型，设计的更加简单、更加直接、更加有力量感哈。包括这个后尾灯，大家可以看到。虽然它这个元素啊，它这个造型元素都是家族的统一元素，但这个车呢做了一些比较直棱直角的设计哈，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在灯组的下面啊，它做出来一个通风口的一个形状哈，但是它是堵死的，没有实际意义。然后在下面的保险杠的位置呢，也没有做出来一个突出平台的一个保险杠的感觉哈，因为现在呢都是要在有限的车长内把室内空间拓展到最大化，所以后面这个保险杠呢。基本也都不凸出来了。马自达呢这次也跟风了哈，两个排气管子一边一个，采用直输的形式。马自达家族的钥匙哈，键子都在边上。后备箱开口啊，包括纵深呐，也还算中规中矩吧，没有什么槽点哈。进深也是非常不错的，开口呢也还可以哈。下面这是急救包，这急救包这个包可够大的了哈。这面有个置物槽，上面挂钩放到第二排座椅的拉手。左面置物槽，前面的排头框挂钩放到第二排座椅的拉手。盖板打开，里面是备胎，中间是音响，备胎边上还用那种棉给隔开了，感觉到诚意还是可以的。第二排座放倒之后啊，还算比较平啊，稍微有个扬坡，但坡不大。整个空间呢还算可以哈。对，忘说了，这边还有个12伏点烟器插口哈。坐进来以后呢，你可以感觉到，虽然中控的造型啊比之前要更加硬朗一些，直线条呢铺的多一些。但是整个你仔细一看哈，还都是马自达家族的一些通用件。整个中控呢也是用最新的家族通用件堆砌起来的哈，包括仪表盘、方向盘比较突兀的小立屏，下面那个变速杆，包括整个控制系统都是马自达家族的通用件哈。在左面呢，它有遗留键子，这里面呢有辅助功能的关闭、影像、驻车雷达、TCS 关闭、iStop 的关闭，下面是记忆座椅。仪表盘呢用的也是马自达家族的通用件哈，中间是一块液晶屏。左右呢是2块实体表，左面是转速，右面呢是水温加油量。中间这个液晶屏呢，跟咱们之前看过所有的马自达家族的液晶屏都是一样的。它可以透过方向盘左面这个键呢进行调节哈，显示内容可以变换，可以显示模拟时速表加行车电脑，可以显示行车示意图哈。总体来讲呢，马自达的它的这个中间这个仪表盘液晶屏啊，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哈。方向盘呢也是马自达家族的最新通用件了。整个方向盘呢是一个3幅的造型，中间那个安全气囊呢做的是比较小的，按键呢做的直棱直角的，这都是马自达家族最新通用件。整个皮质呢感觉非常细腻哈，皮质感觉非常好，非常舒服。3点9点呢有个造型，手放在上面呢也比较舒服。方向盘呢不是很硬的方向盘，你使劲呢还有点软的感觉，可以捏动哈。方向盘呢粗细适中吧，感觉非常不错。按键的分布呢，左面是多媒体加语音加电话加行车电脑的控制，右面呢主要就跟巡航控制有关系了哈。
后面这2个拨杆也是有着非常浓郁的马自达家族的风格哈。这个屏呢也是马自达家族的通用件了，包括里面的软件，包括外面这个整个显示器的形状，都跟马自达家族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你仔细看哈，可以感觉到它这里面这个清晰度提高了，分辨率提高了。虽然显示的背景色呀，包括字体的颜色都跟之前是一样，但是可以看出来它这个清晰度、分辨率有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屏呢不是触摸屏，你直接上去怼去呢没有任何意义哈，只能透过下面这个调节装置进行调节，反应呢还是比较快的。调节的逻辑呢也是跟马自达家族一脉相承的。它这块屏的清晰度就跟上次给大家试那个 MX-30就已经非常像了哈。这个车呢也是有无线苹果手机 CarPlay 的哈。左面呢是前方影像，右面是全景影像。前方影像广角加全景影像，两侧盲区，倒车影像加全景影像，倒车影像广角加全景影像，整个倒车影像包括全景影像都非常清晰哈，这个是有进步的。下面这个出风口呢也有一个小心思，实际上它只有那一个地方是中间的出风口啊，其他这些地方呢都是装饰板。空调控制面板包括方向盘加热、座椅加热、通风都集成在空调控制面板上了哈。中间是个小液晶屏，这下面是一个12伏点烟器插口，挡把呢，这都是马自达家族的通用件了哈。驾驶模式调节，这个驾驶模式呢有个越野模式，有一个运动模式，还有个正常模式。Auto Hold 电子手刹，这是控制上面这个屏的一个控制装置。多媒体的开关音量，这是自定义键。中央扶手它是分2块开启的，左面有个开关，右面有个开关。左面开关打开，右面开关打开。这有个无线充电板。这下面呢，这有2个 USB， 这有一个 SD 插口，下面带容衬哈。大家看，现在我将座椅调到最低哈，空间没有任何问题，头部空间、腿部、横向都完全没有问题哈。座椅呢，坐在上面感觉比之前的马自达座椅呢能稍微硬点。座椅呢对身体支撑呢也比较到位哈，腰靠呢2项调节，座椅还算可以吧，可以给身体很好的支撑，特别是这个座椅的2个肩哈，感觉到支撑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哈。大家看这个车呢，也像其他马自达一样哈 ，A 柱呢倾角是稍微有点大的，但是这个中控台呢并不是太长，这样呢留给前排乘客的纵向空间呢相对就好一些哈。这个车呢是大满贯了，作为它来讲呢，这里面配置还可以哈，你手能够触及到的地方皮革，你看这小缝线做的哈，还算是比较考究的。钢琴漆饰板用料感觉也还算比较有诚意哈。那做工呢，就目前来讲，因为我接触这个车接触的时间比较短，目前呢还没有看到可以让我吐槽的地方哈。这车呢第2排大家可以看空间表现，头部空间、腿部空间呢，这个座椅是我调的比较靠后的感觉哈。腿部空间呢能放下，但也谈不上多富裕。横向空间呢，坐3个成年人可能有点费劲，2个大人加1个小孩问题不大哈。中间的地板呢隆起的还是比较高的哈。这后排呢进步的地方是它稍微感觉能宽一些哈，这个是很容易就直观感觉出来的，可以感觉到它内部空间比之前的比 CX-5呢要稍微宽一些。不太理想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椅面哈，这个椅面不够长，我这个腿呢不能够完全给我腿支撑好啊。椅背倒是还可以，第2排座椅呢不能调节哈，包括椅背的仰角，包括座椅前后都不能调节。这个车呢是满贯车，第2排座椅的加热，2个 USB 充电口，也仅此而已了。第1排座椅靠背呢，左面是空的哈，右面有个皮兜子，但这就不差这点了，为什么不给这个也做上一个小兜子呢？水杯架。这次哈周起来这个机盖就感觉到机盖比之前轻啊。不知道是机盖真轻了，还是要归功那个液压杆。里面呢，说心里话，一眼看过去呢，就是典型的马自达的风格。但是不知道是我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比之前要糙一些。首先，包裹材料呢，它把翼子板上方啊，翼子板内侧的上方给包上了，下方呢并没包上啊。里面可以直接看到这轮拱内衬都可以看到了。里面呢空隙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似乎感觉到走线哈没有之前走的那么可爱了，没有之前走的那么精致了。其他的包括里面这个部件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啊，这些动力总成我们都比较熟悉了。这马自达现在是看家发动机哈。这车呢，如果跟 CX-5相比，它们是同样的动力总成，相仿的尺寸，各种功能部件的设计呢也是大同小异哈。诚实的讲，开起来感觉差不太多。最大的区别呢，就是 CX-5的后悬设计呢是多连杆的，这个 CX-50呢后悬设计是扭力梁的。这个扭力梁呢，目前也是马自达家族全新世代产品的统一的后悬设计。
这种改变呢，官方给的解释呢是这种扭力梁的结构是经过马自达的设计师独特的设计和调教，再配上全新研发的胶套，总体来讲操控性能要优于老款的多连杆。同时官方也宣称呢，这么设计将省出来更多的空间。那由于扭力梁相对于多连杆的结构，它和车身的连接点是比较少的，这样呢震动将进一步的减少，车内噪音控制呢将得到改善。那咱如果不听官方这些，就从我短时间内个人主观的感受来说呢， CX50 这个悬架的总体感觉、总体调教感觉要比 CX5 呢更硬一些，悬架抓车呢抓的比 CX5 呢稍微紧一些当你压个坑压个棱子什么的，整个感觉呢更紧致。相反，当你车压一个小石子或者压个路面上凸起那种交通标志的时候，感觉处理的还真有那种高级感，不会很直接的传到驾驶室内或者传递到方向盘上。那至于后悬换成了扭力梁有什么明显的感觉呢？这个恕老当愚钝在我仅有的驾驶时间内，我感受的呢确实还不太真切，整体感觉还是挺舒服的这个扭力梁呢，我也真没有感受到就在各种论坛上活跃的那些大神他们说的那么不堪。包括之前给大家试的那个 CX30还有马自达3还有 MX30 后悬呢都是扭力梁的。你如果不去仔细体会你很难察觉到扭力梁的存在那作为过日车的角色呢，这个扭力梁其实还是可以胜任的。当然区别呢多少也是有点。你比如当你快速的过一个铁道道口的时候，虽然它的颤动幅度不会比多连杆大，但颤动的次数呢确实我感觉要比多连杆的要多一些，这也是我感觉到仅有的差别其次呢，跟 CX5 以及传统的马自达家族的产品的差别就是这个刹车踏板的调教这个 CX50 的刹车踏板踩着非常紧，它不是一般的紧就当你车行驶起来以后，你感觉踩这个刹车要比你怠速时候踩要紧不少。好在呢，当你脚碰上刹车踏板的同时，仅仅是碰上，刹车就会立马起作用否则你要像以前 CX5 踩的那么深的话，那真得费膀子力气了。你看，你谁说马自达不听消费者的声音？这之前大家普遍反映 CX5 刹车软你看这回 CX50 呢不但不软了，还倍儿紧致，这个呢得给马自达个赞那这车发动机呢大家都熟了，这个目前呢是马自达家族撑牌面的发动机当年出道的时候呢，马自达还拿它怼过8缸机，怼的效果咋样呢？这个咱也不敢说，这个咱也不敢问。但可以肯定一点的是，这个机器的寿命呢，肯定要比大多数的8缸发动机要长。它估计能给大多数的8缸发动机都给送走了。看来这是谁笑到最后谁笑的最好这个机器呢，加上6AT，之前也跟大家唠过很多次了，包括之前在 CS9 上呢也不怵，在这台 CS50 上呢，同样也算是动力表现优异整个加速过程呢还算自然，还算线性当你正常的油脚加速，如果你不是盯着转速表看的话，你也很难察觉到涡轮介入的时机和升档的转速。只是在你稍微激烈点的驾驶的时候呢，这6个档位的兄弟多少有点相对的任性毕竟现在有上竞品的档位呢，那是8个、9个、10个勾圈 K 尖儿，怎么整到打扑上了？噪音控制呢也还可以吧，属于这个级别中等加的水平其余感觉呢都是马自达家族味道很重的感觉。你像我经常讲到马自达这个盲点监测的警示会出现在抬头显示和仪表盘上，这点呢令我印象比较深刻那从今天短暂的尝鲜式的试驾来看呢，这台车在动力上总体来讲动力强劲，悬架呢比上一代更扎实，刹车踏板呢调教有明显的进步综上呢，就是今天简单的跟大家看看这台新生代的马自达紧凑级 SUV 的代表作 CX50。总体来讲，这台车呢，保守的马自达也进行了一些相对明显的革新，相对明显的创新。外观呢更加动感年轻，动态上呢也相对硬朗了一些。那这车呢配了它的看家发动机，动力表现呢仍是它的王牌。那我相信在马自达彻底放弃 CX5 之前，大家能够买到的 CX50 呢，大多数都应该是高配版本我记得市场上刚开始缺车那阵儿马自达的 dealer 库里面库存还是比较充足的，那时候呢
别人家都没车了，他家呢还一院子一院子车，而且还不断的倒车哈。而现在呢，马自达 dealer 的院里呢也空了。在我拍这个车的时候呢，来了好几波客人看这个车，连看带试驾的哈。那整个 dealer 呢就这么一台 CX-50的展车，大家呢也都纷纷的表达了对这个车的喜爱哈。那导致呢我拍这个车视频的时候拍的是匆匆忙忙啊。以上视频谢谢大家。